肖把總，您來了，辛苦你們了。这是我媳婦儿让我給你們帶的紅薯與土豆，說是給你們守夜加餐的。她說守夜的活最熬人，不能虧了肚子。謝謝蘇娘子，蘇娘子太客氣了。对呀，每日都給咱們加餐，我們也是領了工錢的，哪好總佔便宜。快趁熱吃吧，我們來搬紅薯土豆，你們先吃，吃完再換班。好的，謝謝肖把總，也替我們謝謝蘇娘子。1、2、3。媳婦兒，剩余的還有不少，明日再接着搬吧。再熬下去，明日大伙都上不了工。可坝上還堆着那麼多，萬一夜裡有人……无妨，明日正好要对红薯土豆制作，就用坝上那些做教学展示了。教学？你是说要教乡亲们怎麼做？既然都教鄉親們種植紅薯了，我就不會遮掩隱瞞。這世上的好東西有很多，我哪能都攬在自己手裡，緊拽着不放。我就一個人，蕭家就一個家，根本做不過來。這世上的錢也是賺不完的，且我所知道的很多技術配方，說到底不過是站在時代的肩膀上拾前人的牙慧而已。我始終覺得世界是講究能量守恆的，倘若差距太過巨大，那就會失衡，會造成諸多禍事。我來這個世界是為了能好好活着，享受生活的，不是與世界為敵，也不是征服全世界。我只是芸芸眾生中的一粒小沙子，只想盡己所能，過着自己想要的小日子而已。所以明日就順道讓鄉親們跟着看一看，學一學，可別手裡握着好東西卻不知道怎麼用。只有真正學會了，才能得到有效且實際的推廣。行，那明日一早我先去通知村裡的婆娘們都來看着。有勞娘了。媳婦兒，累嗎？要我給你按疏通下筋骨嗎？不用了，時間太晚了，你也早點休息。草料的事我已經給大人說了，大人直誇你聰慧積極，還讓我替他向你表示感謝。今年營地的戰馬不缺口糧了，媳婦兒，謝謝你，你真的替我們解決了一件很棘手的事。咱們是夫妻，說這些做甚？能幫到你們這一批藤蔓秧子，也算是發揮出了價值與意義。總之，謝謝你，這都是你的功勞。你好，我們家才能更好啊。對了，千戶大人已經把土豆與紅薯高產量的事情報上去了，就不知到時會是個什麼情況了。如今的局勢不明，摻雜的關係與利益錯綜複雜，更何況武將與文官向來驚責分明，各有心思。此事一旦傳到上頭，保不齊又要生出諸多波折。所以上報一事，我心裡也沒個底，不知道上面會是個什麼反應，甚至能不能有他媳婦兒的功勞，都還是兩說。沒事，到時再看吧。該我的誰也搶不走。你也不用太擔心，有千戶大人在，他那個人最護短，京城也有一些人脈，這件事應該問題不大。只是咱們也要做個打算。休息吧。今日咱們就來做紅薯粉。這紅薯粉做好了，能存壯大半年，乾炒、涼拌、燉湯都使的。到時候各家各戶都帶些回去嘗嘗。首先是選薯，爛的、蟲眼的、青皮的都剔除出來。明白了。然後是洗薯，這一步不能偷懶，你洗不乾淨，粉就發黑。推磨是個力氣活，兩個人換着來，別硬撐。一人推磨，一人往磨眼裡添紅薯塊，邊推邊淋清水。這磨得越細，出粉越多。來，像這樣反覆淋清水揉搓，澱粉就跟着水出來了。這看着沒啥的東西，倒真能變出粉來。你看着吧，待會兒就白了。就這樣讓它自然沉澱，明日再來查驗。上層的黃薑水可以餵牲畜的，而中層的黃肥粉是雜質，可以丟棄。最後的底層才是雪白的濕澱粉。好了，大夥兒先歇口氣，喝口水，待會兒還有活幹呢。就這樣讓它自然沉澱，明日再來查驗。上層的黃薑水可以餵牲畜的，而中層的黃肥粉是雜質，可以丟棄。最後的底層才是雪白的濕澱粉。好了，大夥兒先歇口氣，喝口水，待會兒還有活幹呢，可以開始下一步了。今日咱們做紅薯粉條，大家可都看仔細了。
這一步比昨日還要關鍵。蘇娘子，今日我嘗了那粉条，真能放那么久，挺细腻的。昨日要加在肉里勾芡的话，那味道肯定不差。也不知道苏娘子的腦子怎么……这制作粉条的第一步叫打芡和面，先取少量干粉，用凉水化開，再冲入滾燙的沸水，快速攪拌成透亮稠芡，這叫打芡。芡打得好，粉條才筋道，不容易斷。這有啥難的？不就是攪和攪和？大夥兒可別小看這一步，芡打稀了，粉條下鍋就碎；芡打稠了，那後續漏都漏不出來。這得拿捏好度，剛剛好才行。大家多練遍就懂了。來，2個人揉面，2個人添溫水，沿着盆邊慢慢加，別一次倒太多。這可得費不少力氣。成了，這粉團得揉到這個程度才行，漏粉的時候才順燙。火不能太大，粉條一下去就被沖散了。浮起來了！這一步叫激冷，熱脹冷縮，粉條才好吃。哎呦，好細滑呀！也不知道做成食物好不好吃，肯定好吃。還沒完呢，得晾乾才能存得住。這個紅薯粉條可以燉菜、煮湯、炒着吃，倒是比單一的蒸紅薯強多了。這東西往年咱們聽都沒聽說過，沒想到這紅薯的吃法這麼多呢。那是，你也不看看是誰教的。舅娘，你們幾人可要學一門手藝啊？誰？我們嗎？對，2位舅舅與舅娘如今還正值壯年，你們不想再學一門手藝，帶着幾位表哥拼一拼，做出一番事業來嗎？阿和，你要教我們手藝嗎？做啥啊？只要能賺錢，我啥都學。阿和，你仔細說說，可是有什麼章程？我們王家上下必定全力配合。對，前2日我教給鄉親們的都是與紅薯相關的技巧方子，而土豆還沒有。啊，阿和，你的意思是說這土豆也能做出像紅薯那樣的東西？對，紅薯與土豆都屬於澱粉類糧食作物，都可做出澱粉與粉條，工序大體相通，但關鍵細節不一樣。雖然村裡人懂了紅薯澱粉的做法，勉強可以做出能用的土豆粗澱粉，但不代表他們可以直接複製出精細的土豆澱粉，這其中的配比、溫度都是有講究的。阿和，那這澱粉，這土豆澱粉可不單單是調味勾芡的佐料，它分粗土豆澱粉和精緻土豆成粉2大類，用處廣着呢。紅薯澱粉只能做輔料，不能直接當糧食，除非土豆澱粉不一樣，但不止調味，可直接當口糧從充飢，摻雜涼麵做軟磨窩頭麵皮，改善粗糧口感，結成小麥粉，做薯粉疙瘩粉撇湯，直接當一汆主食，壓成與雜糧混合的粉餅，做耐存乾兩行軍用，還能製成乾粉沖糊糊，做老人孩子的輔食。而精緻的土豆成粉可做成透溜的精緻點心，價值更大。所以這土豆方子咱們就不外傳了。所以阿和，你是打算把土豆的製作法子傳給我們王家嗎？對，等忙完這幾日，你們回村後便可搭建一個家進作坊，專門加工製作薯類作物。明年開春後，你們可多開一些荒地，專種紅薯土豆，一方面可存糧，一方面也能當成一門營生。而精緻的土豆成粉可做成透亮的精緻點心，價值更大。所以這土豆方子咱們就不外傳了。所以阿和，你是打算把土豆的製作方子傳給我們王家嗎？對，等忙完這幾日，你們回村後便可搭建一個加工作坊，專門加工製作薯類作物。明年開春後，你們可多開一些荒地，專種紅薯土豆，一方面可存糧，一方面也能當成一門營生。哎，我竟沒往這上頭想過。明日再問問村長，反正咱們明日就要處理紅薯藤與土豆秧子，我也要做成飼料，便可以直接抵扣了。這合適嗎？阿和，這方子你可以留着自己。外祖父，紅薯方子我都交給村裡人了，沒道理對自家人苛刻小氣吧？你們安心學着，你們好起來，咱們兩家才能互相幫襯。好，咱們學。阿和，你放心，咱們一定好好學。就是，咱們日後也要像你家一樣，把日子過紅火嘍。梨花，幫我把蒸好的紅薯土豆抬出來。來嘗嘗，好吃好吃，好吃好吃好吃。来来来，大家都嘗嘗啊！哇，這麼多吃的！阿和這是又給咱們做好吃的了，啊！快趁熱吃，這是給大夥準備的下午甜品。吃了甜品又喝點果飲，解解膩。這個好吃，又甜又脆，辣土豆片帶勁兒，夠味兒。鍋巴真香，給我留點，你們別搶啊！嫩雞，香，真香，這日子過得優。阿和，真不需要我們幫忙嗎？不用了，娘，你與舅娘他們就在家裡做土豆紅薯吧。我這只是播播種、澆澆水，不費什麼事兒。有需要我會跟你們說的。
行吧。阿和，你回来了，刚好可以开饭了，做了你爱吃的土豆鸡蛋卷儿。哎，马上来。可以收了。谢谢苏娘子。阿俊，给村长家送5斤红薯粉条，沈叔办家送3斤。这么多，我们的房间可以放一下，阿俊的房间也可以再挤挤。娘，今日的晚饭我来做。你打算做啥？酸辣粉。但这还不够。媳妇儿，你做什么好吃的？这么香！酸辣粉，你把这些端出去吧，可以吃饭了。好。来，大家自己端着。1碗酸辣粉，个锅盔饼子。好香啊！我闻着都流口水了。这就是红薯粉条吗？太勾人了。快吃吧。这个酸辣粉够味儿，再来1碗。桂香啊，这边红薯粉的活也做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算后日就回去了。出来这么久，地里的红薯也该回去看看了。外祖父，你们难得过来一趟，后日面点铺子便开业了，你们要不等开业后再走？哎呦，把这茬忘了。那成，咱们再多住2日，等开了业再走。鞭炮得选响的，招牌要醒目，头锅面点可得蒸得白白胖胖。阿和说了，等到了寒冬时期，粉条会消耗的特别快，需求量会很大。为啥？管他呢，阿和这麼說，自然有他的用意，咱們照做就成。那行，趁着這2日咱們人多，那就多做些。阿俊，今日你抓緊時間多做點，款式就按我昨日說的那樣來。好，嫂子，你放心吧，我會把控好品質的。阿月，你也跟我們一起吧，把近期做出來的飾品挑一些帶上。我也要去嗎？好的，我馬上收拾。表姐，等會兒你帶着荷花他們繼續做手工哈。哎，好的。娘，你等會兒記得讓張叔他們去大棚裡澆水，再打理一下。好呢，你放心吧，我會交代清楚的。都收拾好了？收拾好了。收拾好了，那上車吧。到了，好大的鋪子啊，真昌派。走吧。
請問可是蘇娘子？是。鄙人姓李，是这家的掌櫃。我家大小姐已在後院等着各位了，請跟我来。有劳李掌柜了，跟着我。蘇娘子，一路可還順利？夫人，您直接喚我阿和便是。好，好，好。两位小娘子，別拘謹，隨意坐。多謝夫人。阿和，你這帶來的兩個妹妹，模樣真是俊俏。夫人過獎了。不知夫人今日找我是有何要事？還不是你家的好東西太多了，看得人眼熱。上回豐收宴，我瞧見你們桌上擺放了一個罐子，插着花，那是什麼？當時瞧着怪好看的，花瓣薄薄的，顏色也鮮亮，我還當是鮮花呢。後來仔細一看，竟是假花。當日瞧着你們一家都很忙，且吃完飯的時間又很晚了，所以我就沒敢耽擱多詢問什麼。可這幾日我總惦記着，但也知曉這些時日蕭家忙着起收，這對莊戶人家來說可是頭等大事。這不，眼瞧着明日便要開業了，也從阿俊那裡得知蘇和稍微空閒了些，便急忙把人喊來了。夫人好眼力，那是家中幼妹制作的绒花与通草花，是一種以蚕絲棉線或通草為原料，手工扎制而成的裝饰花卉。绒花，我那日遠遠瞧厭夺目，卻看清楚是怎麼做的。阿和，你且與我細說說。夫人請看，這手藝真是絕了。我在府城待了那麼多年，各式各樣的珠花尖花見過不少，卻從未見過這樣式這樣手藝的。阿和，這東西若是擺到店裡去賣，那些夫人小姐們還不得搶瘋了？說不定還能吸引一波女客來咱們店裡消費呢。阿和，我想在店鋪裡擺上一些售賣，你們直接報個價吧，你看如何？蘇姑娘，你看這些絨花，若是擺在咱們麥香居的鋪子裡售賣，定然能吸引不少客人。夫人，這樣不可。為何？夫人，這些絨花本就精美，咱們鋪子裝飾的也確實大氣清雅。可若把這些絨花放在面點鋪子裡售賣，反倒有些不分主次了。其次，面點鋪子以糕點為主，絨花再好看，終究只是點綴。若混在一起賣，說不定還會拉低絨花本身的身價，反而工美。那依你之見，該如何是好？夫人，你看這樣如何？咱們把絨花、通草花作為一種高端回饋禮啊？怎麼說？比如，顧客在店鋪累計消費達到一定數額，可免費獲贈一朵精美絨花作為謝禮，或是定制高檔禮盒時，作為配套的裝飾飾品點綴其上。如此一來，絨花的珍貴之處才能凸顯出來。有時候東西多了，反而無法彰顯它的價值。咱們控量產出，對那些夫人小姐們來說，才更能代表她們的身份。若一般人都輕易買不到，反而更添幾分稀罕。你的意思是，把它做成一種身份的象徵？正是。夫人，您在府城的人脈廣，届时那些夫人小姐們得了這絨花，少不得要四處炫耀一番。這麼一來二去的，名氣自然就傳出去了。而且用這種方式，絨花既不會貶價，還能幫咱們麥香齋吸引更多的客戶，拉高銷售額。如此可是一箭雙雕。好，阿和，真有你的，這個主意妙啊！我先前只想着把絨花直接賣出去，卻沒想過這一層。經你這麼一點撥，我直覺豁然開朗。這絨花是你做的吧？手藝當真了不得，往後咱們鋪子裡用的絨花可就全靠你了。夫人謬讚，我會好好做的。夫人，既然要定高端路線，那我這個妹妹怕是要多辛苦一些了。她年紀雖小，但手藝是真不錯。回頭我讓她多做一些樣品送來，您先挑挑款式。這是自然，我回頭讓李掌櫃統計一下鋪子每月的客流量，咱們再定個贈送的門檻，既不能太高，把人擋在外面，也不能太低了，失了格調。夫人考慮周全。夫人，鋪子明日開業，可還有什麼需要我這邊配合的？該備的都備得差不多了，你那些糕點房子可都是頂好的，明日只管等着看生意就是。夫人請看，這手藝真是絕了。我在府城待了那麼多年，各式各樣的珠花尖花見過不少，卻從未見過這樣式這樣手藝的。阿和，這東西若是擺到店裡去賣，那些夫人小姐們還不得搶瘋了？說不定還能吸引一波女客來咱们店裡消費呢。阿和，我想在店鋪裡擺上一些售賣，你們直接報個價吧，你看如何？夫人，這樣不可。為何？夫人，這些絨花本就精美，咱們鋪子裝飾的也確實大氣清雅。可若把這些絨花放在面點鋪子裡售賣，反倒有些不分主子了。其次，面點鋪子以糕點為主，絨花再好看，畢就只是點綴。若混在一起賣，說不定還會拉低絨花本身的身價，反而不美。那依你之見，該如何是好？夫人，你看這樣如何？咱們把絨花、通草花作為一種高端回饋禮，比如顧客在店鋪累計消費達到一定數額，可免費獲贈一朵精美絨花作為謝禮，
或是定制高檔禮盒時，作為配套的裝飾飾品點綴其上。如此一來，絨花的珍貴之處才能凸顯出來。有時候東西多了，反而無法彰顯它的價值。咱們控量產出，對那些夫人小姐們來說，才更能代表他們的身份。若一般人都輕易買不到，反而更添幾分稀罕。你的意思是，把它做成一種身份的象徵？正是。夫人，您在府城的人脉广，届时那些夫人小姐们得了这绒花，少不得要四處炫耀一番。這麼一來二去的，名氣自然就傳出去了。而且用這種方式，絨花既不會貶價，還能幫咱們麥香園吸引更多的客戶，拉高銷售額。如此可是一箭雙雕。好，阿和，真有你的，這個主意妙啊！我先前只想着把絨花直接賣出去，卻沒想過這一層。經你這麼一點撥，我直覺豁然開朗。既如此，那就按你說的辦。這絨花是你做的吧？手藝當真了不得。往後咱們鋪子裡用的絨花可就全靠你了。夫人謬讚，我會好好做的。夫人，既然要定高端路線，那我這個妹妹怕是要多辛苦一些了。她年紀雖小，但手藝是真不錯。回頭我讓她多做一些樣品送來，您先挑挑款式。這是自然，我回頭讓李掌櫃統計一下鋪子每月的客流量，咱們再定個贈送的門檻，既不能太高把人擋在外面，也不能太低了失了格調。夫人考慮周全。怎麼了？我真能把絨花做好嗎？夫人她好像很看重的樣子，我怕做不好辜負了她的期望。阿月，你做的絨花一點也不比府城鋪子裡的差。既然夫人都開口想賣咱們的絨花，那就說明她是真心看好你的手藝。你現在要做的就是靜下心來好好做，其他的不用多想。嫂子相信你。好，我會的，嫂子。李掌櫃，這是我家表妹梨花，往後就由她在鋪子裡幫忙打雜。她年齡雖小，性子卻踏實穩重，手腳勤快又好學。往後鋪子裡的活兒，你只管吩咐便是。她初來乍到，若是有什麼做的不妥之處，還煩請你多擔待，多多教導。她一個小姑娘，孤身離家來鎮上幹活，家中親友也是擔憂不捨，但能跟着你與夫人學做事，也是她的福氣造化了。蘇娘子言重了，娘子引薦的人定然是品性端正、踏實靠譜的，小人豈敢怠慢。好，那我今日便把人交給你了，往後還勞你多多照拂。蘇娘子儘管放心，有我在鋪中照看，定然悉心教導梨花姑娘，不會讓她受了委屈。往後鋪子裡的活計，我也會循序漸進的教導，定不辜負娘子的托付。多謝李掌櫃，往後我一定好好幹活，勤懇學藝，絕不偷懶，不給表姐、掌櫃添麻煩。好好好，你安心在鋪子裡學習，能學習多少全看你的本事，但也切記，你身後還有我們，若是受了不公待遇或委屈，不要一刀忍耐。我記住了，阿和姐。這錢你留着傍身，其餘銀子我繼續給你保管着。你一個姑娘家，身上揣太多銀錢也不好。我知道的，阿和姐，這一錢銀子你也留着吧，我用不着。拿着吧，當做零用。畢竟在鎮上生活不比村裡，哪都要花錢。好了，我們先回去了，明日再來。你自己在店裡機靈點兒。阿和姐，你們來啦！這位是李掌櫃夫人的娘家侄女青青，許青青。蘇和姐姐好。你好，往後鋪子裡做事，你與梨花相互搭把手，多多幫襯啊。會的，阿和姐，你們先在這邊歇歇，我們去前面幫忙準備了。好，不用管我們，你們忙去。來，上長高妝了。表嫂，有沒有什麼我們做的啊？要不你跟阿月去定制區瞧瞧，你們做的絨花就擺在那兒的。好啊，好啊。滿山歌滿金，你們過來下，我有事找你們幫忙。哎，來了，弟妹，啥事兒啊？弟妹放心，這事兒我們在行。太早了，蘇和，卖酒停了。吉时到！来，新店開張，點心免費嘗，好吃再帶走。嚯，
免费品尝。那我吃一个。这面包真软和，香，真香，甜而不腻，口感还好，跟咱们以前吃的那种糕点完全不一样。试吃。要吃，还有这软乎乎的糕点，入口即化，甜丝丝的，真好吃。真的假的？让我也尝尝。嘿，别说这香味确實挺饞人的。对啊，多遠就聞到一股香甜味了。走走走，咱們今日也進去瞧瞧新奇。對啊，反正看看也不要錢。好家伙，這鋪子真大！這就是新開的點心鋪子，布置的真講究。好香啊！這到底是怎麼做的？對啊，瞧着有些怪模怪樣的，之前也沒見過。走，咱們去那邊看看。來。夫人，這邊請。這位夫人，您是我們鋪子今日的第一位貴客，這是給您準備的試吃。喲，這是什麼？真好看。回夫人，這是我們鋪子獨有的絨花，做添彩之用。這位夫人若是感興趣，我們鋪子還有高端定制禮盒，開業3日內預訂贈送吉祥籤與精美絨花飾品，10盒還可免費升級為雕花款，不加價。真的，那倒要好好看看。伙計，這麵包怎麼賣？大娘，這軟麵包8文錢2個，今日10文錢便能買到3個，開業才有這個優惠。那給我減個10文錢的。好嘞。大娘，您再嘗嘗這個，不好吃不要錢。不錯，這個也給我來2個，我給我老伴兒帶回去。這個軟乎，它咬得動。好嘞，今日開業優惠，滿了20文再送1包桂花糕。真的？那鼓得好啊！麥香居新店開張了，點心免費嘗，好吃再買嘞。兩位夫人，請這邊坐。這絨花真是精緻，我在府城都沒見過這樣的。夫人好眼光，這是我們鋪子獨有的手藝，只供高端定制禮盒搭配使用。今日預訂定制禮盒，還贈送精美絨花1支，10盒免費升級雕花款。那給我訂1套，不，訂2套。阿和，今日收益真不錯呢，平價區賣了100多份，高端定制區接了12單，光是收到的定金就有20幾兩，這還不算後續的尾款。那就恭喜夫人開門紅了，同喜同喜。其實這都是大家齊心協力的功勞，往後肯定會越來越好的。麥香居的第1天，總算是順利且圓滿的度過了。爹娘，你們有空常來啊。哎，阿和，你這是幹啥呢？大舅娘，就是一些吃食，還有一些滋補身體的藥材，都不費什麼銀錢。家裡大舅還在養傷，外祖父、外祖母的身體也需要好好滋補下。這段時間地裡起收，也辛苦大家了。回去後還得麻煩2位舅娘給大夥兒燉點湯養養身體，可別一直放着捨不得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這段時間咱們吃的夠好了，又是涼麵又是糕點肉啥的，已經夠破費了。是啊，哪能又吃又拿的？阿和，你也太見外了。阿和，你快收回去，你的心意咱們心領了。娘，好了好了，這也是阿和的孝心，你們收着就是。往後又不是不來往了，你們都趕緊上車，滿糧送了你們回去，還要趕着回來做工呢。那走了，桂香、阿和，你們回吧。路上慢點啊。小賈啊！娘，我去地裡看看。哎，小心點啊。我不管，劉翠花，你得賠我家糧食，否則我跟你沒完。關我啥事兒？是你自己不種的，我又沒攔着你。董胖子，你別想賴上我，就是你害得我們沒種上紅薯。現在村裡家家戶戶都有紅薯吃，就我們2家沒有。你讓我們冬天喝西北風啊？對，你劉翠花必須負責。我就說說而已，又沒逼着你們不種，你們自己不領，竟還怪到我頭上來。呸！你們可真是不要臉！我賠你娘個腿！有種你們去找蕭家要啊！找我幹啥？我又沒藏私，你們有本事去找蕭家的麻煩，欺負我算啥本事？到現在你還想挑撥我們去當槍頭鳥？沒門兒！放屁！我說啥了？我說啥了？我就說了幾句酸話，又沒把刀架在你們脖子上。你們有這罵我的功夫，不如回家種種別的莊稼，你還有理了？打得好，打他！好你個
个刘翠花，老娘今日跟你没完！哎，别打了，大伙儿快去拉一把呀！都是邻里邻居的，这是干啥呢？行了，别打了，有啥话好好说。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为了点粮食啊，别打了，不至于啊！娘，你这是咋了？莫不是摔进泥坑里了？你还笑？看不见你娘挨了欺负啊！真是白养你了！你冲我撒什么虎气？谁惹的你？你找谁去啊？老大媳妇儿，老大媳妇儿！人呢？一个个的都是活祖宗，还想让老娘伺候你不成？水喝完了也不知道烧点热水。村长，你站在这里想什麼呢？阿和啊，村長，可是出什麼事了？你且看看，最近你有沒有發現土壤裡的水分好像越來越少了？這可不是什麼好現象啊！這場乾旱比我想象的還要嚴重，村裡的水井倒是還沒枯竭，可我擔心井裡的水恐怕撐不到明年開春播種。如果不能種地的話，那大伙吃什麼？照這樣發展下去，整個邊關怕是也要鬧災荒了。若是連邊關都亂了，那大境的防線還守得住嗎？今年冬天若是能下一場大雪，還是有希望的。但就如今這個天氣，怕是難了。便是會下雪，可現在地裡的莊稼能受得住嗎？紅薯雖說耐旱，可也不能一點水都沒有啊！眼下地裡的紅薯可到了關鍵時期，我瞧着最近家家戶戶都在打水澆灌田地。我今早去水井的那兒瞧過了，水線確實降低了不少。照這樣下去，明年開春可怎麼辦喲？總有希望在的。村長，你也別太悲觀了，天無絕人之路，總會有辦法的。眼下的當務之急，便是把這一批的紅薯收上來，能收多少是多少。只要存糧夠多，便是對付乾旱最好的底氣。至於水的問題，回頭我去山裡看看。你有辦法？先去山裡看看吧，總不能坐着等死。你可別犯糊塗啊！深山裡兇險，就是村裡那些老獵虎也不敢闖進墨山深處。邊關的深山可不是隨隨便的能進的，那裡面不僅野獸多，還兇猛無比，一般人進去了能不能活着出來都是問題。放心吧，村長，我不會胡來的，我會讓真哥陪着我一起的，不會貿然一個人進山。你大概也聽說過吧，我這人有點運道，所以我就想着去山裡碰碰運氣，萬一讓我找到了解決辦法呢？你心裡有數就好，可別貿然行動。好。不會的，阿和，這次多虧了你。若不是你拿出紅薯種子，咱們村今年還不知道是何光景呢。村長言重了，我也是村裡的一員，能幫的自然要幫。再說了，這紅薯種子本就是從外地弄來的，能在邊關種活也是大夥兒的運氣。村長，您先忙着，我先回去了。行，去吧。唉。娘，晚飯我來做。你又想做啥好吃的啦？今日摘了些新鮮毛豆與辣椒，給你們換換口味。行，那我來給你燒火。好香。今日又做了什麼好吃的？老遠就聞到香味了。新菜品，你肯定喜歡。好。那肯定好吃，就他這個飯量，做成豬食他都能吃。嫂子，可以開飯了嗎？好餓啊！咦，嫂子，這是大豆。對，現在是最鮮嫩的時候。好香啊！表嫂不管做啥，光是聞着讓人想流口水了。好了，開飯吧，快吃快吃。好吃。慢點吃，又沒人跟你搶。這不是太好吃了嗎？特別下飯。真哥。你是明日修母吧？對，我打算明日進山找找水源。我與你一起找水源。哎，水位確實下降了，我明日跟你們一同去，多個人也能多出一份力氣。嫂子，我們也可以幫忙。目前鋪子那邊也要不了太多的飾品，我們這邊可以緩一緩。對，不用，你們該做什麼就做什麼，還有紅英他們在呢。對，那你們早點去歇息，
好。这么多，娘，咱们只是进山一趟，又不是出远门。去，你个憨憨懂什么？宁愿多备点儿，也不能饿着了。这一路进山找水源，不消耗精力的吗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随便糊弄糊弄就行。阿和一个女子可不一样。是，您老说的对，都带上，我去拿背篓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出发吧。要注意安全啊，阿征，你多照顧點阿和，一路仔細些，找不着也沒關係，早些回來。好，我們知道了，娘。若是我們晚點沒回來，你們也別擔心。這一趟進山，我也不知道要耽擱多久，畢竟深山裡的情況誰也說不準。你們在家也別擔心，有大黑大虎在，其他野獸傷不着我們的。就是可能路程稍遠，我擔心天黑前或許趕不回來，所以你們不必等我們吃飯，也不用過於擔憂。行，你們多注意點就是了。等一下，嫂子，幫我把這些吃食帶給大黑他們。嫂子，這裡面有個小挎包是給大黑的，還有幾個頸帶配置，你幫我送給他們吧，也不知道他們喜不喜歡。好，我會替你們轉送的。那我們走了。我娘現在心裡眼裡都只有你這個兒媳婦，我這個兒子倒成外面撿來的了。我對你不好嗎？自是極好，我營裡好些兄弟都羨慕我，說我娶了個好媳婦兒。這世上哪有什麼無緣無故的好？婆媳之間本就沒有天生的情分，貴在互相體諒，彼此善待。我待她好，婆母看在眼裡，自然感念我這兒媳疼惜自家兒子。人與人之間的情分從來都是雙向的，沒有單方面長久的和睦，一方懂得付出，日子方能安穩舒心。總歸還是我家媳婦兒好。先好好睡一覺吧，來年開衝，再好好長。媳婦兒，歇一下，喝口水。你們這是來接我們的嗎？紅英。好，那咱們走吧，去上次採摘的那處地方。征哥，你去大黑那兒。好。怎麼樣？這潭水是死水，山上的溪流給它補水，雨季時水位充盈，但眼下旱了這麼久，上游溪流已經斷了大半。你看潭邊的水線，這是之前的水位，現在已經低了將近2尺了。再這麼旱下去，用不了多久便會乾涸。也就是說，這處潭水只能救急，卻不是咱們要找的。對，這潭水可以作為臨時取水的地方，眼下先記下位置，讓村裡人必要時來許用。但若想穩定供給山下的田地灌溉，還得另尋一處活水泉眼才行。那接下來咱們往哪裡走？往西邊更深處走。好。咱們歇一歇吧，吃個午飯。就在這裡吧。好。紅英，快來，這是阿絹給你們準備的麵點，你們快吃吧。喜歡嗎？我給你繫頸上。好了。行了，起來瞧瞧。一頭大黑熊，竟挎着繡花包，脖子上還掛鈴鐺，也就你們姑嫂想得出來了。他們都有，你不要。真是頭傲嬌虎。烤得更好。甜。就在這裡了。看那兒。走，咱們順着水流往下瞧瞧。好，小心點兒。不能直接跨過去。其實我們也不必繞完整圈，找這裡，這處坡度是最緩和的位置，斜順着凹壁繞過去，能盡量少走些彎路，也不用全程清理灌木、大動土方。此處土層還算厚實，可以開挖。但這段沿着凹壁的渠道，兩側必須多用石塊加固才行，可防止雨水、渠水侵蝕，避免後續引發邊坡垮塌。
言之有理。山坳側壁這一段不挖普通土渠，兩邊壘石塊防坡，溝底墊厚粘土垂實了，防止滲透。此法穩妥。臨近坳底加修緩衝堰，減緩水流防衝渠，其餘平坡照常挖土渠，這樣公正量適中，成本低，鄉親維護也方便。總算完工了。大黑，你走的這是什麼路？怎么了？你瞧瞧這石頭。你是說這些石料可以用來垒渠？对，沒錯，這裡的石頭正好適合鋪渠底堆砌護坡，這質地不容易滲水，也耐沖刷，而且就在山上取用方便，鄉親們也不必從山下運石料上來，還能省不少力。那好，回去跟村長說說，讓他們來取料時順着大黑今日走的這條線上來就行。看來今天的運氣不錯，這條路沒白走。走吧，帶我們出去。北邊來的，應該是北邊逃荒過來的。別怕，我們不是壞人，吃吧，先墊墊肚子。你們順着這條道往下走，再往前走2刻鐘便是邊關衛所營地了，那裡有人會幫你們的。